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藤井英子医生所著的《学会享受适度的孤独生活》这本书。很多人一想到孤独，就会觉得孤单、寂寞是件痛苦的事吧。不过，近年来无论男女老少，选择一个人生活的人却越来越多。或许现在，也有不少人正独自一人，怀着孤独的情绪度过着每一天。作者在书中说，很多人会因为自己一个人而觉得孤单，但其实并非如此。人这种生物，即便身边有人陪伴，也常常会感到孤独。比如，即便和朋友们在一起，内心却总有一丝寂寞；或者身处一个热闹的群体中，却觉得自己仿佛格格不入。甚至，和本应是人生最强后盾的家人、伴侣之间，也会因为心意不合而产生孤独感。这种明明身边有人，却依然孤单的感受，常常让人心痛。作者说，孤独其实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侵蚀人的内心。但人类或多或少，本来就和孤独共处着，即使是家人，也是不同的独立个体，是完全不同的人。人出生的时候是一个人，死去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所以，心里留有一点适度的孤独，其实不是坏事，反而是非常自然的状态。如果你现在正觉得孤独难受，不妨换个角度想，每个人其实都或多或少有孤独感，你并不是例外。而这种适度的孤独，反而能让你更专注于自己的生活。适度的孤独能帮你取回属于自己的时间，让你不再被他人的评价、他人的节奏所左右，把时间花在自己真正想做重要的事情上。其实，人只有学会与孤独相处，才能学会与他人相处。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不需要朋友，也不需要家人消除一切烦恼，摆脱孤独感的最强方法；第二，颠覆你的价值观。为什么孤独的老年生活，反而是人生中最幸福的状态？通过今天的内容，相信无论是正被孤独折磨的人，还是内心有些寂寞的人，看完之后心都会轻松不少。首先是第一部分，不需要朋友，也不需要家人消除一切烦恼，摆脱孤独感的最强方法。我会为大家介绍6个具体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把孤独视作宝贵的自我时间。比如，周围的人看起来玩得很开心，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待在一旁，自然会觉得寂寞。如果你想加入，就主动开口去搭话。但很多人其实是不敢、不擅长开口，所以才一个人。但换个角度来看，与其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孤零零，不如认为我现在拥有了宝贵的独处时光。如果只是表面上的泛泛之交，强行融入进去反而更累。不如把这个独处的时间当作自己的奖励时间，去做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人际关系也是，太淡会寂寞，太亲密又容易烦。就算是亲人、家人一起生活，也需要互相调整。一旦属于某个团体，就不可能随心所欲。所以，若能享受独处的时光，反而能稍微从人际关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学会不依赖别人，不依赖群体，拥有自己的空间，反而能更好地处理好与他人的距离感，最终连人际关系都会变顺利。第二个方法就是，与讨厌的人保持物理上的距离。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同事，人际关系中，很多人总觉得必须磨合，必须互相让步。但现实是，大多数关系光靠自己让步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对方也有自己的立场、情绪、执念，两个人互相迁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尤其是当关系已经变得紧张或复杂的时候，更是如此。这种时候，与其勉强磨合，不如果断拉开距离，暂时避免冲突，给彼此一点喘息的空间。此外，把发生过的事彻底当成过去的事情，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面对让你心理上感到痛苦的人，最重要的处方，就是与对方保持物理上的距离。我们常说用俯瞰的视角看待问题，
但其实光靠内心疏远，是很难真正客观地看待对方的。只有真正拉开物理距离，才能第一次客观地、冷静地看清对方。就像一团打结的线头，你身处其中的时候，根本解不开，要先从这团乱线里抽身出来，先暂时放下，留出一段不去想它的时间，等过了2、3天，再回过头来看，原本解不开的线团，说不定就能轻松解开了。人际关系其实也是一样，通过拉开距离和时间差，我们就能冷静下来，更清楚地看清自己和他人的状态，而主动选择这样适度的距离，正是自己有意识地选取了适度孤独。你根本没必要非得和所有人都搞好关系，也不必强行亲近，学会与人保持良好的距离感，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折中和成熟的相处方式。接下来要介绍的第3个方法，就是把遗忘的能力变成自己的武器。其实，大家别忘了，我们人类最强大的能力之一，就是会遗忘。虽然说起遗忘，很多人会觉得它是个负面词，但其实遗忘有它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人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但同样的，痛苦和难受的事，也不会永远持续。环境和状况总是不断在变化，所以，即使现在遇到了糟糕的事情，我们终究是可以重新振作起来的。而支撑我们从痛苦中走出来的天赋本能，就是遗忘。只要我们不自己去不断回想，执着于那些不开心的事，时间终究会慢慢帮我们淡化一切。当然，要能顺利遗忘过去的不快，有意识地创造不去回忆的时间是很重要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个人专心投入到眼前的事情里，不是强迫自己我得打起精神，而是先把自己轻轻地放在自己感兴趣、好奇、喜欢的事情前面，别想着要撑住，而是对自己说，就开开心心去做这件事吧。当我们用这种方式生活，自然就能慢慢忘掉那些不开心，顺利恢复情绪。接下来要介绍的第4个方法，就是不试图排除孤独，而是把孤独当成自然的存在来接受。随着年纪增长，有些人即便没有生病，也会出现类似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以前被称作精神分裂症的病，现在叫做思觉失调症。比如常见的被偷东西的妄想就是其中一种。而研究也发现，孤独是诱发这些症状的原因之一。有人可能会想，那就让他们跟别人一起住，不就解决孤独了吗？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其实，环境的急剧变化反而会给当事人的大脑带来巨大压力，可能导致症状更加严重。对这类人来说，适当的利用日托服务或社区照护，让他们在有他人气息的环境中生活，反而能让内心变得平静。也就是说，孤独这种东西，并不是非要靠跟别人同住才能消除，哪怕一周只跟人接触个几次，也能在无形中慢慢抚慰内心。重要的是，不要极力排斥孤独，而是接受人的内心本就有孤独这一自然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被孤独这股无形的浪潮吞没。而且，当我们学会接受孤独，也能更容易设身处地体会别人的孤独感。正是因为孤独，才会有某种人与人之间才能产生的温柔连接。没必要刻意去安慰谁，也不用特意做什么，毕竟所有人都会慢慢变老，所以不需要时时刻刻密切相处。只要有个哪怕一周能聊1次天、互相问候的人，就已经足够了。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能缓解孤独，更积极快乐地生活下去。接下来要介绍的第5个方法，是接受人与人之间本来就不可能完全合得来这件事。大多数人或许都希望能和别人相处融洽，但实际上，真正能彼此合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呢？本书作者因为是精神科医生，平时也特别留意不要被患者的情绪影响太深。他说，即便在对患者保持尊重和亲切态度的同时，也要避免过度介入别人的情感世界。这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正是建立平和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要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独特的人生轨迹，哪怕是亲兄弟、子女、夫妻，也不可能和你完全一样，更别提指望别人和你想法一致，按照你的期待去做事了，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就算是家人，尚且如此，职场同事、邻居、兴趣小组里的人更是形形色色。每个圈子里聚在一起的都是价值观、成长环境、性格完全不同的人，所以要和所有人都搞好关系，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社交中，关键是不过度深入，做好自己在集体中的本分，同时保持适当距离，尊重对方。只要做到这2点，自然就能逐渐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别勉强自己和谁特别亲近，保持一种自由又不过分疏远的适度距离，反而能让自己的内心也变得更加自由轻松。接着要介绍的第6个方法，就是学会豁达地对待他人的言语。大家身边是不是总有那么几个人，成天爱抱怨，说别人坏话，甚至还老是翻旧账，把几十年前的不满当成刚刚发生的事一样念叨。其实很多人都会被别人说过的话困扰许久，耿耿于怀。或许你自己现在也正处在这种状态，总是忘不了别人随口说过的一句话，反复在心里琢磨。但事实上，别人说出口的话，大多数时候都只是随口一说，并没有什么恶意，那只是基于对方自身的价值观、经历、偏见、主观随意说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把这些话全都放在心上，为此烦恼痛苦。也许只是对方无心之失，或根本没多想。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不被这些言语左右情绪，坦然一笑，优雅化解。别人的一句恶意评论，根本没有资格填满你的内心。只要你问心无愧，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已经足够了。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坚定地站在自己这一边，千万别因为别人几句话就倒戈去站在对方那边，反过来伤害自己。人生里，唯一真正能当你自己后盾的人，就是你自己。接下来是第2部分，颠覆你的价值观。为什么孤独的老年生活，反而是人生中最幸福的状态？我会为大家详细介绍，选择适度孤独生活后，究竟会带来哪些好处？一共5个理由，也希望这能成为你选择适度孤独生活的动力。首先，第1个理由是拥有足够时间去挑战新事物。当你被人际关系困扰得焦头烂额时，最该做的事就是尝试去做一件全新的事情。或许有些人会说得轻松，我又没有什么想做的。但其实，大部分人不是没有想做的事，而是还没有发现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或者早就忘记了好奇心是什么感觉。这种时候，只要亲自去尝试新鲜事物，你就会逐渐找回那个真正想做、热爱的东西。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烦恼，其实都源自于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人际关系本身就是烦恼的主要来源。然而，人们往往为了缓解人际关系上的痛苦，而忽视了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和生活。而正是因为一味想要修复、讨好、维持，才会越来越累，越来越难受。所以，不妨暂时脱离复杂的人际圈子，好好回想一下，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在什么瞬间感到满足。也许你会发现，给花草浇水的时候内心很平静，或是喝到一杯好茶的时候特别幸福。就算是这样的小事也没关系，只要去珍惜这些日常里一点点微小的愉悦和满足，好奇心自然就会慢慢被唤醒。不需要一下子投入多么宏大的目标，只要一点点唤醒对生活细节的兴趣和喜悦，孤独的时间便不再寂寞，反而会成为滋养自我、丰富人生的宝贵时光。当你学会这样运用孤独，人际关系的烦恼自然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接下来要介绍的第2个理由是，可以活出符合当下时代的生活方式。社会的制度、价值观都会随着时代而不断变化。所谓的理所当然、习惯常识，
其实都是随时会改变的。与此同时，我们自己内心认定的理所当然，也会随着时代推进而变得不再理所当然。正因如此，如果太执着于某种固定的价值观、观念或旧有习惯，就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难。这在人际关系上也是同理。人际关系本就是随着环境、时间、情况而不断变动的。你该做的是思考，在这个时代，怎样生活才能让自己过得轻松，把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逐渐切换成符合当下环境的新方式，这非常重要。现在的你，活在当下这个时代里，要学会爱这个时代，爱正在这个时代中生活的自己，这才是疗愈孤独、走出孤独感的关键。反过来说，当你能够坦然接受孤独、欣赏孤独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自己更能珍惜当下，更能珍视此刻的自己。年纪渐长以后，确实很难再结交到新的朋友，于是很多人就一直跟以前的老朋友来往。但如果你始终只跟过去的朋友待在一起，谈论的话题也永远是回忆，久而久之，自己的观念也就容易停留在过去，无法与时俱进。当然，跟老朋友聊聊旧事，这也是珍贵且幸福的时光。不过，偶尔也要刻意从这种关系中抽身出来，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去好好思考当下的这个时代。这样在回顾过去和面对现在之间来回切换，你就能培养出属于年长者独有的温和而灵活的思维。这种柔韧的心态，还能有效预防认知症等问题。再来介绍第三个理由是，可以从过往的头衔、职位和成就中解放出来。所谓职位头衔，不过是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里为了角色分工所赋予的一种名称，它根本无法决定你这个人本身的价值。现在的社会也进入到了退休后再就业、再任高级职员、顾问的年代，但现实是，许多人退休后再就业，工资大减，被安排去做轻松的事，有时甚至要在曾经自己下属手下工作，还不能再参与重要事务。结果很多人因此感到挫败和痛苦。然而，会因此感到痛苦的人，其实是因为内心依然执着于过去的职位和社会地位。正是这份执念，让自己过得越来越苦闷。但实际上，过去的荣耀早就该像相册里的一张老照片一样，静静收藏在心里，偶尔翻出来看看，笑着回忆那时候自己也挺拼的，就足够了。过去归过去，现在是现在。你的价值从来不在于过去做过什么，曾经多辉煌，而是在于此刻的你自己。不必执着于过往的成就与经历，放轻松，勇敢去尝试新事物。正是这样，过去积累的一切，才能在当下重新发挥价值。当你开始面对新的挑战，过去的经验和磨砺，就会在那一刻变得有意义。因此，请不要再执念于自己曾经在职场圈子里的人脉关系，学着勇敢放下他们，开启全新的生活。接下来要介绍的第四个理由是，能留出心灵余裕，好好照顾自己，疼爱自己。没错，对别人亲切，待人诚实，这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但如果总是耗尽自己的能量去对别人好，最终只会让自己身心俱疲，走不动路。是不是有些人总觉得，我必须为别人多做点什么，然后拼命逞强呢？这种活法最后只会把自己拖垮。所以正因为如此，我真心希望这样的人能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间，学着照顾自己的身心。人啊，如果心里没有余裕，就无法真正对别人温柔；没有余裕，就会失去体谅之心，变得计较付出，计较回报。而且，当心灵疲惫时，更容易觉得别人可恶，嫉妒别人，陷入负面情绪。更糟糕的是，一旦自己变得如此，又会开始责备自己，陷入我怎么会这样的自责和痛苦当中。这时候，请好好对自己说一句：你真的很努力了，辛苦了。然后，把过去用来讨好他人的那些能量留给自己。比如，
慢慢品尝一顿美味的饭菜，静静欣赏一处美丽的风景，做个深呼吸。关键是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而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人独处是最重要的。试着让大脑清空，珍惜那段属于自己、属于静谧孤独的时光。真正能温柔照顾自己心灵的，只有你自己。最后要介绍的第5个理由是，一个人运动可以治愈内心的烦恼。我们的身心是相通的，所以有时候用身体去治愈内心，是再常见不过的事。当你被负面情绪困住时，不妨试着动动身体，带动内心。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但有人能很快调整好心态，继续前行，也有人会陷入低谷，久久难以自拔。心理学上，把这种反复沉溺于负面思考的现象叫做反刍思维，意思是说，总是不自觉地一遍又一遍回想那些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比如我那时候不该说那种话之类的念头，反复在脑海中打转，时间一久，便形成恶性循环，越是想着别想，反而越挥之不去。这时候，不妨问问自己，现在这件事，我能做点什么吗？如果能做，就别犹豫，先动起来。行动就是最好的解药。如果实在做不了，那就干脆别去想它，找点别的事情集中注意力。而这里最重要的是，自己一个人去动动身体，比如来一组徒手健身，把自己累个半死也没关系，或者出去跑个步，都是很棒的减压方式。哪怕体力不行，做个涂色、拼图、整理花草也行，只要动动手，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通过这种身体上的运动，我们就能在物理意义上带动内心重新动起来。所以其实很多心理上的问题是可以靠身体来解决的。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正感到孤独或者在生活中有些疲惫的你带去一点温暖和启发。如果你也正在经历孤独，不必焦虑，也不必逃避，不妨试着用书中提到的方法，让孤独成为滋养自我的一部分。人生后半程，慢慢学会好好对待自己，拥有适度孤独的勇气和智慧，才是真正成熟而幸福的人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